大年初一，楼上邻居在业主群里发信息，发个通知啊！今天我儿子要给大家上门拜年，大家都准备好压岁钱。我儿子能给你们拜年，是看得起你们，别不识抬举，钱数也得注意。现在100、200的不叫钱了，太少了也拿不出手。看到的都在群里哼一声，别装糊涂。现在我就带孩子下楼了。我看着群里信息气笑了。掏1分钱我是你孙子！发信息的是楼上502邻居，名叫韩征，属于那种全楼都嫌弃的滚刀肉。家里的垃圾从来不提下楼，全都堆在门口。天一热熏的整个楼栋像个干水池，哪次都是保洁阿姨帮忙清理。他口中的孩子已经30多岁，先天智力缺陷，像头发疯的野驴，一天到晚在家里又吵又闹。我家住402，就在他家楼下，深受其害。我上门提过几次意见，可他却说晚上10点之后才算扰民，10点之前法律允许他家自由发挥。全楼一提起这家人，都皱眉头，群里静悄悄的，没人搭理这家气行种。我本以为502讨了个无趣也就算了，可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502的脸皮厚度。不大一会儿，502的滚刀肉领着他的孩子下到了我们楼层。我在门口的监控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他先敲了401的门，敲了几遍后没人开。401是一对老夫妻，我知道老两口都在家，刚才扔垃圾的时候还碰过面。韩征明显不想放弃，趴下身子往地上的门缝瞅了瞅，又站起来哐哐砸门喊：“大爷大妈，我是楼上的小韩啊，我带着孩子给你们拜年了，你们别躲了，我都看见你俩脚丫子了，就在门后藏着呢。大宝，快点给2个老东西拜年啊！”他那傻蛋儿收到指令，立马扯着嗓子开始喊：“爷爷奶奶过年好，我们给您拜年了，祝你们早生贵子，儿孙满堂，天丁进口，多子多福。”这词儿一冒出来，我瞬间火冒三丈。401是一对失独老夫妻，年轻的时候儿子因为一起车祸意外去世，如今家里只剩下老两口，给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说什么早生贵子，这明摆着就是往人伤口上撒盐。他儿子不可能说出这么绕口的词儿，明显都是韩征教的，这哪里是拜年，分明是来恶心人来了。他儿子跟复读机似的继续喊着。401的老夫妻彻底破防，门哗啦一声打开了，老头脸都气成了猪肝色，指着韩征直哆嗦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韩征却一脸戏谑地说道：“哟，大爷怎么还哆嗦上了？孩子拜个年也不至于激动成这样啊！知道你老是绝户，打心里喜欢孩子，这孩子都站到家门口了，压岁钱您可得给点啊！”话音未落，老头就想冲过去讨，却被老太太死死拽住。大过年的，家家都图个喜庆，谁都不想跟501这种滚刀肉纠缠。老太太哆哆嗦嗦拿出200块钱塞给韩征，谁知他冷哼一声，把头扭到了边儿。没办法，老太太又掏出400，他这才伸出手来。眼看这是对门要认栽了，我从猫眼里看着，火气直冲天灵盖。我知道老两口以前都在工厂打工，退休金本就不多，这600块钱多半就是老两口1个月的菜金。平时在我头顶上吵吵闹闹，我脾气好我也忍了，可大过年第一天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欺负这么一户孤寡老人，我绝不允许。我迅速打开门，一个迟钝冲锋冲到几人跟前，掏过老太太手里的钱，又一阵风似的跑回了家。哐当一声，狠狠锁上了门。老两口跟韩征一家都懵了。屋外寂静了3秒钟，回过神的韩征彻底炸了，开始哐哐砸我家门。402，你他妈给我滚出来！你抢我家孩子压岁钱是什么意思？你快把钱还回来！我隔着门一声冷笑：“什么压岁钱？人家401和你熟吗？你一年到头和人家说不上一句话，过年要钱，想起人家来了，我就不给，你能怎么样？”谁知他还反咬一口：“我告诉你，402，你这属于抢劫，惹急了我立马报警。”闻言，我气乐了：“你快点报！刚才你要压岁钱的事儿，我都录下来了。警察来了，你看是判我抢劫，还是判你敲诈勒索？”我门上的监控配着录音，刚才的事儿拍了个清清楚楚。502抬头看了看我门上的监控，一愣，明显有点心虚。我索性也不惯着他，警告道：“告诉你502，你今天但凡敢从这楼栋里收1份钱，我立马拿着视频去派出所。过年大家图清静，不想惹你这一坨狗屎。我孤身一人，有的是功夫陪你玩。”韩征明显没想到碰上了硬茬子，彻底没了脾气，悻悻地上楼回了家。当502家的关门声响起那一刻，楼栋群里炸了锅。我打开信息一看，全是夸我的。新年新气象，年轻人是未来，真是替咱街坊出了一口恶气。韩征在群里一声不吭，我看到信息后心情大好。中午多吃了一盘饺子，午饭之后我敲开了401的门，把600块钱完完整整还给了老两口。老太太握着我手一个劲儿的直说谢谢，反倒老头还是一脸愁容，悄悄对我说：“小姨啊，你摊上事儿了。你去年刚搬过来住的时间短，不知道这家人的厉害。这滚刀肉的大舅哥就是咱们小区的物业经理，去年刚把滚刀肉安排进了业主委员会。这人又横又有关系，你今天惹了他，你可一定要当心啊！”闻听此言，我心里一暖，安慰道：“大爷，您甭担心，身正不怕影子歪，我还怕一个无赖不成？”虽然我嘴上说着不在意，心里却留了神。回家又给门上多锁了2道，可我没想到，我还是低估了这滚刀肉的无耻。当天晚上11点，我突然闻到一股浓浓的焦糊味，紧跟着滚滚浓烟从我家门缝里钻了进来。楼道里的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，我打开门一看，楼道里冲天火光，紧跟着一声大喊从楼道里响起：“着火了，着火了！402，这小子从楼道里烧东西着火了！”我抬头往楼上一看，只见韩征正猫在楼道里大叫着，心想八成又是这家伙闹的幺蛾。火情当前，我没工夫搭理他，转身冲到消防柜跟前，拎着灭火器对着火头一阵狂喷，不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。
报警器还嗡嗡响着。这动静一闹，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冒了头，乌压压挤在楼道里。韩征一看人多，立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嗖嗖两下从楼上蹦了下来，指着我大喊道：“大家都看啊，这小子在楼道里放烟花，让我逮住了。幸亏我发现的早，要不今天后果多严重呢！今天你敢点火，明天你就敢炸楼，咱们必须这事儿说清楚。”邻居们都看着不吭声，心里都知道这是韩征在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压根没有睁眼看他，注意力全在被浇灭的火堆上。火堆是一个烧了半拉的大纸箱子，里头塞了几张破报纸，报纸灰烬里还有几根仙女棒的碎屑。随即我假装示弱地问道：“你想让我怎么说明白？”闻言，韩征以为我怕了，气焰更加嚣张。告诉你小子，这次火灾我家是直接受害者，我老婆孩子全在家里咳嗽呢，一会儿就得去医院检查。第一，在群里给大家公开道歉，承认自己是纵火犯；第二，赔偿我家里精神损失费和医疗费2万块钱。你要是有意见，咱就直接报警，这纵火可不是小罪名。对此，我也不惯着他。你倒是报啊！我看你是心里有鬼，要不然我替你报。此时的韩征心虚的打了个哆嗦，随即我转身踢了踢烧了半截的箱子，说道：“大家都看看，这全楼上下一箱一箱买辣条的，除了你家还有谁？”这韩征的傻儿子天天零食不离口，平时我没少撞见他往家里整箱整箱搬辣条。面对铁证，他还嘴硬，吃辣条的人多了，凭啥说这箱子是我家的？随即我从箱子里挑出几节没烧完的纸屑，不紧不慢往下说：“而且这次的火源是仙女棒，这明显是小孩玩的东西。我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，大半夜在楼道里玩仙女棒，你觉得可能吗？”谁知道他继续强词夺理：“怎么不可能？我看你脑子不正常。”我懒得纠缠，直接亮出了大招。仙女棒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，现在事发不到10分钟，我估计以你的智商，肯定不会让你孩子回家洗手。你把孩子叫下来，闻闻孩子手上有没有火药味儿，就清楚了。我一句话说到了重点，韩征有些怂了，但就是不提叫他儿子下楼。就是他们家的，我家楼上装了摄像头，连在了手机上，我都拍下来了。一声怒吼从我身后响起，我回头一看，是501的老阿姨。老阿姨家和韩征住对门，平日里也没少受气。说着拿出了手机调出监控，黑洞洞的楼道里，一个贼似的身影从502家里钻出来，一手抱着纸箱子，一手拿着几根仙女棒，老鼠似的下了楼。着火后又偷偷溜回了家，铁证如山。邻居们愤怒地看向韩征，见被拆穿，他假装不知情，还真是我儿子，肯定趁我不注意溜出来的，我这就回家教育他去。随即就扭头钻回了家，哐当一声关上了门。很快响起韩征的叫骂声，明显是在演戏给我们看。见状，我回到家拿了个小板凳，搬着板凳蹲到502门口。我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听戏，哭声渐弱，眼看是想草草收工。我坐在他门口开始喊道：“502，怎么了？舍不得揍了？这就是故意纵火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把儿子教育明白了，我就报警了。”韩征没想到我蹲在门口，冲我大吼：“402，你也忒缺德了吧？你看看都打成这样了，你还想不满意？不是你儿子，你不心疼是吧？”我知道这是他的苦肉计，合计着还是要报警，彻底除了这一害。可501的老阿姨却执意不肯。都是邻居，大过年的不至于，孩子肯定接受教训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老阿姨出了名的心善，一边劝着我，一边从家里拿了条药膏给韩征。这药是专治外伤的，抹在伤口上，3天准好。韩征嘴里说着谢谢，如蒙大赦般回了家。关门之前，一道怨毒的目光狠狠扎在了对门阿姨身上。韩征一家一连消停了好几天，就连门口的垃圾都没敢再放。楼上邻居都说这次是让我治服气了。我知道这小子心里还憋着坏脾，可我还是低估了他的下限。大年初4的晚上，打完球刚回到家，猛然听到楼底下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，紧接着501传来嘈杂的声音，我心里咯噔一跳，3步并作2步上了楼。只见501的房门开着，我进屋往里一看，阿姨的孙女朵朵正躺在床上，一张小脸憋得青紫青紫，呼吸急促。救护员正做着急救，我问阿姨怎么回事，阿姨哭着说：“朵朵从小得了哮喘，已经好几年不发作了，就连家里的气雾剂都过期了。谁知道今天晚上吃完饭又突然发作了。”朵朵的爸爸妈妈都是地质勘探员，在外地工作，今年过年有任务没回来。我帮着救护人员把朵朵抬下楼，刚下楼就看救护车司机在楼底下疯狂摁喇叭。只见一辆黑色 X5挡在了救护车前头，一辆 A4挡在了救护车后头。我认识这俩车，都是韩征家的。司机直接开骂：“这2辆车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的，我车刚停下，这俩车就一前一后把自己夹在了当中间。我使劲按喇叭，可2辆车就是不走。”我心里明白，8成又是滚刀肉在作妖。我走到 X5 跟前，敲敲车窗户，窗户缓缓落下，露出韩征那张令人作呕的脸。你把车停这里是什么意思？我儿子屁股发炎了，下楼不方便，现在带他去医院看看上，停着碍你什么事儿了？他明显在胡说八道，昨天还看见他的傻蛋活蹦乱跳的在楼下放鞭炮。我强忍着怒火说道：“朵朵哮喘病犯了，你先把车开走。”谁知他一脸蛮横：“怎么着？501的孙女是人，我儿子就不是人了？你不是横吗？有本事把我车砸了！”我知道这时候时间就是生命，一股无名火彻底从我心头炸起，我抄起地上一块砖头，直接就朝着车的挡风玻璃砸去。韩征没想到我真敢动手，怒吼道：“你他妈疯了！我这车是宝马，你个穷逼赔得起马！”我冷哼一声：“一个破车算什么？我不但砸车，我还打狗呢！”韩征吓得一激灵，
缩脑袋躲进车里。我又一砖头砸到了车板上，看我这几下毫不留手，韩征彻底怂了，骂了一声疯子，一脚油门窜了出去。见路通了，救护车司机冲我比了个大拇哥，紧跟着冲出小区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，朵朵终于脱离了危险。医生说，在朵朵的手上发现了高浓度的花粉，应该是花粉过敏引起的哮喘病。我忧心忡忡地走进病房里，朵朵已经醒来，原本红润的脸庞一片惨白。看我进了病房，朵朵挣扎着冲我说了一声谢谢。我坐到病床边上，问朵朵今天有没有碰什么不该碰的东西。朵朵皱眉想了想说，我今天下楼的时候碰到了502的大宝，他们给了我一块脆脆鲨，平时他都可凶的了，我不敢和他玩，可是今天他却出奇的好说话，又是叫我姐姐，又是把玩具借给我玩。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我走出病房，走到李白炽灯散发出清冷的光，我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。几秒钟后，电话里响起久违的声音，叶哥，有事儿，等你电话好几年了。熟悉的声音让我心头一暖，我沉声说，小辉，帮我查个人。我把韩征的家庭住址口述过去。10分钟后，一份关于他的详细资料发到了我手机上。韩征今年35岁，早些年是城南一带的小混混，坑蒙拐骗的事儿没少干，无恶不作。10年前靠建筑生意发家，一朝翻身，攒下了家底。兴趣和所有的混子一样，其中对赌尤其着迷。看着手机上的信息，嘴角浮现一丝冷笑。我想，我已经找到了让韩征彻底消失的办法。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2点多，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一抬头赫然看到韩征和他的傻蛋儿正蹲在我家门口，两人一人拿着一块脆脆鲨嚼着。我知道他这是在给我示威，我装没看懂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韩哥，这么晚了咋还在这蹲着？我等你呢，你今天砸了我车，修车起码30万。韩征一脸蛮横地说道。你别想赖账，这是保险公司开的价，童叟无欺。我这手机拍着呢，你要再发疯，我可立马报警。只见他爷俩一人一个手机正对着我脸拍，我假装示弱。行啊哥，赔偿没问题，砸车就该赔。不过我这手头有点紧，没现钱，有个朋友欠了我30万，正巧说明天要还，你明天跟我跑一趟，我钱拿到手就给你。闻言，他一脸怀疑地看着我。这些天我把韩征修理得够呛，他本以为今天又是一场恶仗，攒了一身的力，谁成想撞在我这堆软棉花上，扑了空。他一时间有些懵，我继续笑眯眯地说道：哥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是上下楼的邻居，所谓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几天我火气大，冒犯了您，当弟弟的先退一步，给您认个错，这钱我赔了，以后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不？做戏做全套。紧接着我又给韩征鞠了个躬，一脸真诚。他以为我是彻底怂了，冷哼一声，算你小子识相，你不打听，这南城一带谁不知道我征哥的名号？要不是看着邻居的情面，我早他妈弄死你了。明天我再来，你小子可别躲。说完就领着他的傻蛋儿上了楼，临走之前还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故意又往嘴里塞了块脆脆鲨，阴阳怪气的对着我喊：脆脆鲨真好吃啊！我笑着的冲他摆摆手，是啊，脆脆鲨真好吃啊，珍惜你们在这个世界吃下的每一口食物吧。似乎怕我跑了，韩征第二天天没亮就来敲门，我假装没听见，耗到中午12点才开门。刚一开门就看见韩征瞪着狗眼冲我吼：你他妈耳朵聋了！我喊了一上午，你给我装王八呢？我一脸陪笑，哥，昨天回来的太晚，一觉睡到现在才起床，咱这就走，给您拿钱去。韩征骂骂咧咧把我押下楼，上了车，他的傻蛋儿坐在我旁边，一副生怕我跑了的模样。我开着导航开始瞎指挥，足足在城里转了4小时。眼看韩征的车被我耗没了半箱油，一座富丽堂皇的酒店终于出现在面前。我领着韩征爷俩进了酒店，穿过大堂直奔3楼一间办公室。一个面相清冷的年轻人出现在眼前，7年未见，成年的桀骜少年已经学会喜怒不形于色。年轻人嘴角含笑，陈哥，都准备好了，这是30万本金，还有10万利息，这钱我用了7年，算是一点心意。40万现金整齐码好，我转手让韩征清点一遍，1分不少。此刻韩征提心吊胆的心终于落地，小子，算你识相。韩征把钱装进准备好的袋子里，自以为得了大便宜，转身就往外走。下一刻，对门大厅里传来隐约的嘈杂声，门虚掩着，韩征好奇地停住了脚步，往里看去。辉煌的灯光下，只见一张张娱乐桌，性感荷官真实发牌，筹码在桌上翻飞，韩征的眼都直了。等等，这是啥地方？赌狗就是赌狗，闻到腥味就忍不住呲牙。我一脸逼真的惶恐，哥，这是小辉经营的赌场，咱可不能在这玩啊，这东西害人啊。韩征一声冷哼，小叶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哥我在南城可是有名的娱乐王，南城新开了这么规矩的场子，我能不玩2把打名头？凭空获利40万的让韩征蠢蠢欲动。韩征一屁股坐在一张桌前，从钱袋子里掏出20万，来人换筹码。金色的灯光中，韩征气势豪迈的大吼。我冷笑着悄悄退出大厅，跟着小辉进入监控暗室。监控器屏幕里，韩征一派发哥气质，对家满脸惶恐，好像看到了海绵宝宝降世。监控室里，小辉为我点上一支烟。陈哥，放心吧，这是我在国外请的千王，控场技术一流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一连3天，我都看到韩征红光满面的昼伏夜出，起先还带着他儿子，后来索性是自己单独去了。小辉给我发来的视频里，眼看韩征已经和妖娆陪侍搞到了一起，俨然一副赌场得意情场也得意的高光时刻。年初8下午6点，我听到502有开门声，我估摸着是韩征又要去大杀四方。我装成倒垃圾在电梯里和韩征偶遇，我贴心的劝道：哥，
您最近是不是又去了那地方？自古十赌九输，这东西沾上了可是要命啊！韩征呸了一声，那是说的普通人，你哥我是普通人吗？娱乐场就是咱家银行。我假装唯唯诺诺的应和他，目送着韩征再次踏上征程。我拿出手机发出一条信息：收网。命运的齿轮开始真正转动。晚上9点，只见韩征坐在熟悉的桌上，只是今天的脸色似乎并不太好。赌神似乎在和韩征开玩笑，脸前山一样的筹码一扫而空。只见输红眼的韩征嗷嗷喊着：“再来再来！”只见赌场经理一脸难色的凑到韩征身边：“韩老板，你账上已经没钱了。”闻言，韩征直接翻脸：“老子来你场子是看得起你，借我500万，我立次序。”随着借据上落下韩征的笔记，筹码再次推上赌桌，开牌压大开小，再开牌压小开大。韩征疯了似的吼：“再借500万！”又是一张借据上落下韩征笔记，500万筹码再上桌，很快就输了个精光。韩征再次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声：“再借500万！”我在监控室里看着这一切，起身打了个哈欠。到此为止了。游戏结束，面色清冷的小辉悄然出现在韩征身边。韩先生，对不起，刚刚我们风险管控部门核算了您的资产，我们发现借据上的数额已经超出您的偿还能力，所有债务请您务必在3天内还清。玩个破牌，你以为老子会当真吗？你在南城打听打的我韩征。话音未落，2名大汉出现在韩征身后，眼见赖账不成，韩征只得连连点头答应。半夜4点，鬼鬼祟祟的韩征逃回家，他老婆迷迷糊糊的问道：“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”韩征急匆匆的打着包袱卷：“闭嘴，快点收拾东西，跟我回乡下老家躲几天，把咱家值钱的东西都带上。”收拾东西间隙还不忘叫醒他儿子：“爸，我不想去乡下，听说乡下的野狗老爱咬小孩的屁股。”随即害怕的哭了起来。我听着楼上里的动静，拿出对讲机：“行动组上门！”楼下停车位上，一辆7座白色面包车打开车门，30几个小伙子像折叠怪一样从面包车里钻出来，直奔楼上502。哐一声巨响，带头的黄毛混混一脚踹开房门，堵住正准备逃难的韩征一家。哟，韩老板，这是准备去哪儿啊？万不起相抛是不是？韩征一脸尴尬陪笑：“大哥，不是，老家里亲戚刚给我打电话，我三叔家的2大奶的婶子的6奶奶的大侄子吃饺子噎死了，让我回去奔丧。我去一趟就回来，真不是赖账。”黄毛破口大骂：“你哄小孩呢？你前脚输钱，你家后脚死人，咋他妈这要巧呢？高科技啊，量子波动啊！”随即，这群人一拥而上，扭打在一起。30分钟后，我哼着小曲向楼着腰上了楼。我往韩征家看了一眼，锅碗瓢盆散落一地，家具东倒西歪。领头的黄毛正坐在沙发上看回放春晚，电视声音掩盖了韩征的惨叫声。我一脸老好人的模样进了屋，佯装惊恐的警告他们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不能打人！你是哪根葱啊？”我假装正义感爆棚，掏出手机：“这打人可犯法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再打人，我可报警了。玩不起就会捉警察。姓韩的，我告诉你，这债你躲不了，3天之后我还来。”黄毛走后，韩征的老婆一屁股瘫坐到地上，哭得歇斯底里：“死鬼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这日子没法过了啊！”韩征瘫坐在地上不停叹气，我把他拉到阳台上，一脸关切地问道：“哥，是催债的吧？不让你玩，你非要玩，现在出事了吧？要不你带着孩子先躲一躲。”你也看见了，这南城不知道啥时候来了这么一伙硬插死，我跑哪儿他们追到哪儿，你让我往躲啊？只见韩征满脸懊恼，我假装思索片刻：“这南城不能躲了，要不咱就去外边躲。我认识几个干远洋捕捞的兄弟，他们明天正好要出海，您往海上躲几个月，这帮小子总不能开着潜艇炸船去吧？”闻听此言，韩征的眼珠咕噜噜一转，心动了。我瞥了一眼韩征媳妇：“哥，这事儿得保密。”韩征心领神会，点点头。南城码头夜风习习，一艘捕捞船缓缓停靠在岸边。我掐灭手里的烟头：“哥，船来了，快点上船吧。”只见韩征背着一个大包子，一脸感激：“兄弟，说实话，这几天哥真对不住你，等哥躲过这一劫，一定好好报答你。大宝，快点谢谢叔叔。”他那傻大儿吃着脆脆沙白，愣我一眼，一声不吭。我在心中一声冷笑，脸上却满是体贴：“哥，谢啥谢？都是楼上楼下的邻居，您可别见外。”我目送着韩征爷俩上了船，轮船再将几天后驶入公海，而他们将再也不会踏上这片土地。正月15元宵节，楼下人山人海，我和邻居们都在楼下看烟花。只见一个戴着大墨镜的女人鬼鬼祟祟从楼道里口里冲我招招手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韩征的媳妇儿。我呵呵一乐：“嫂子，你咋这般相？眼见谍过家家呢？”女人悄悄把我拽到一边，摘下墨镜，一脸质问：“小叶，你把我们家那爷俩弄哪儿去了啊？说好的出去躲个3、5天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”我嘿嘿一笑：“可能韩哥的大船进了哪个秘密港湾，丢了您这张旧船票吧。”女人扑闪着大眼睛，没听懂我话里的意思。嫂子，你们2口子的事儿吧，我这个外人也不好多掺和，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，您自己看吧。我掏出手机，翻出一段视频，一张大床上，韩征正与妖娆陪侍，正你侬我侬。此刻，韩征媳妇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发出杀猪般的哭声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映照着邻居们喜悦的脸庞，也映照着502空落落的家。深夜，我和小辉再次坐在监控室里，他永远清冷的面容中浮现出一丝久违的笑意。“陈哥，让你背锅了，这是40万现金，原封不动，物归原主。”一大袋现金摆在我面前，我看着小辉，眼中带着一丝疑惑。对此，小辉抿抿嘴角，
哥，你猜7年前是谁逼死的我爸？闻言，我惊讶地看向屏幕中的韩征，小辉轻轻点头，眼角泪花闪烁。7年前，小辉的父亲进城打工，勤恳的打工人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份工作，可作为老板的韩征却硬生生克扣了小辉父亲2年工资。绝望的老实人走投无路。7年前，大年30，小辉的父亲来到工地，从未完工的楼上跳下去。韩征看着奄奄一息的小辉爸，哈哈大笑，扔下3万块钱工资，扬长而去。几个工友将重伤小辉爸的抬进医院。少年看着高额治疗费，一筹莫展。机缘巧合下，我给他垫付了30万治疗费。人命关天，先治病，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说。医院走廊里，桀骜的少年跪在我面前，发出不甘的吼声：“你的钱我一定要还，但这笔债我也一定会去讨。”